钟明轩与底层网红直接干掉人家是底层，你在贬低别人之前，称你自己斤两，好不好？2020年，钟明轩人生达到高峰，他与蔡英文总统合作的影片《总统我来了》，今天有饭吃，抱歉哦，是我们总统蔡英文的功劳哦，是我们哥布林的功劳哦。钟明轩母亲生前访问过他，问钟这么小年纪为什么就热衷沉迷，故意把他妈妈生前的事情搬出来打，凭什么去跌人家的商品？煎熬的流量还比蔡英文还高呢。这影片中呢，他表现出对香港抗争的关心。对于一个口号是做自己的网络名人来说呢，这段期间他近来发布的中国很好眼见微评影片呢，显得更加的讽刺。先开始明确本质就是笑柄，哇，意思是什么？你就底层嘛，说自己是我民进党赏饭给你吃啊，就因为你是这个英系网军，思想坦克当英会，太不要脸了吧？你喜欢他不喜欢他都其次，他作为一个网红，至少他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做违法的事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钟明轩怎么了呢？钟明轩呢，这个最近因为他之前那个发言嘛，他之前不是去中国大陆玩吗？那就去中国大陆玩之后呢，这个事情啊余波荡漾怎么余波荡漾呢？被出征的人在你看哦。你从流量看就可以知道，去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很大。你看他一个人去中国，连续2篇都是100万流量。以现今的 YouTube 生态要能够单片100万流量啊，那真的是流量非常的高啊。那结果呢，他最近突然跑到了印尼，他写一个人逃跑到印尼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被出征的太惨了。那点名出征他的有谁呢？民进党的议员比如说这个桃园市议员黄琼慧，勿忘复查失踪满1年对不对？钟明轩，你怎么可以说中国好？怎么可以说中国好？对不对？然后呢，甚至说什么中国国台办都声援他，我还真去查了一下这件事中国国台办还真的有帮钟明轩发声钟明轩中国行惹议这还惹什么议就是惹被绿营出征的议那国台办当时说呢，大陆不可怕啦，对吧？因为他当时说他在大陆的分享他一些在大陆的事情，有没有？我不认同我是中国人，但我依然认为我是台湾人，但这不代表我不可以爱上中国这个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报告完毕。那是当时他在 Stress 就脆上面所讲的话。当时国台办的叫做陈彬华，他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讲到这件事，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大陆到底是什么样的？希望呢台湾的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不要偏听偏信，以讹传讹。思想坦克还发文特别点名叫钟明轩与底层网红们的专职写手然后说那些从默默无名一路培养出始终粉丝的网红，通常属于下任一族群，时尚迷、社运人士、励志大师、专业部落客、健身名人、财富先知或者模特底层网红直接干掉人家是底层。2020年，钟明轩人生达到高峰，他与蔡英文总统合作的影片叫做《总统我来了》，觉得呢这都是小英的功劳。这支影片中呢，他表现出对香港抗争的关心，与蔡英文呢交谈呢对民主的价值以及如何保护台湾。对于一个口号是做自己决定我是谁的网络名人来说呢，这段期间他近来发布的中国很好眼见微评影片言上的影片呢，显得更加的讽刺。你看，你还不是靠我们小英，对不对？你靠蹭我们绿营起家的，这是你人生的巅峰你今天有100万订阅，都是小英给的，你是怎样？你现在背叛了就对了，不知道哪个版本的钟明轩才是做自己耶？是小英好棒的民主价值还是做自己决定我是谁？哇，的流量还比你蔡英文还高呢，对不对？你蔡英文才400万，所以一开始明确本质就是什么笑柄你知道吗？他意思是什么？你就底层嘛，你今天有饭吃，你今天有格调，你是可以当你自己的人，对不对？你可以说做自己，你为什么可以做自己，对不对？做自己是谁赏饭给你吃？是我民进党赏饭给你吃追杀对钟明轩开始进行人格抹杀跟追杀，仿佛他这几年来的努力，钟明轩他当然。你喜欢他不喜欢他都其次，那他作为一个网红，至少他没有作奸犯科吧？他至少没有去搞什么声位技术、搞 A 片之类的吧？没有去种大麻吸毒吧？没有去超派铁拳吧？
至少他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做违法的事吧，连他妈妈都搬出来了。人生高峰蔡英文总统我来了，你靠谁转型？你靠谁崛起？你搞清楚，你钟明轩你给我搞清楚哦。你今天怎么有饭吃？你今天有饭吃，抱歉哦，是我蔡英文，我们总统蔡英文的功劳哦，是我们哥布林的功劳哦。他妈妈的自杀，他是他生涯中最痛的一次，你把他拿出来践踏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我写这个文章我只是客观描述，你凭什么去揭人家的伤疤跟伤痛？就因为你思想坦克嘛，就因为你是这个英系网军嘛，英系大侧翼嘛，这个思想坦克是英系大侧翼嘛，他们是可以有很强大的媒体发力，然后随便写一篇文章就登上雅虎新闻，他要不要搞推播是随便他，对不对？但这种人，然后还故意把他妈妈生前的事情搬出来打。在钟明轩母亲生前访问过他，问钟这么小年纪为什么就热衷成名，他回答：我想他其实只是想赚点钱哦。你看这种人，然后还故意把他妈妈生前的事情搬出来打。你看我讲钟明轩讲那么久，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提过他妈妈。钟明轩当年挺蔡英文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他现在钟明轩他继续做他的事情，然后被出征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可恶到了极点，然后登在我们台湾流量最大的新闻入口网站，叫做雅虎，有优先登录权。哪怕是我都没有权利直接在雅虎登文章。那在雅虎怎么登文章？我告诉你，你写一篇文章，中广发新闻稿，然后中广再转到雅虎，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太不要脸了吧！无耻到了极点啊！很坏，真的很坏，坏透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张英慧。我告诉你，张英慧只是什么？只是这个思想坦克，只是绿营哥布林侧翼啊。一个做了5年 YouTube 的人，我可以告诉你，钟明轩你喜欢不喜欢他是一回事，但是他在 YouTube 上表现的这个技巧，他的表演的技巧，你可以说他没有专业吗？他透过他的镜头诉说故事的能力。还有他去抓取他的铁粉的能力，我就问一个问题嘛，请问你思想坦克这位写手叫张英慧，这位写手，你有能力吗？你在贬低别人之前，先称称你自己斤两，好不好？可恶到了极致，你知道吗？这世界文字还真的如笔如剑如刀如锋啊！要杀人就是要写文章啊！你不去批评超派铁拳？甚至有否西卖大麻的不去骂，当街打人的不去骂，大骗的不去骂，一个没有违法的网红，就很好笑吗？人之王与艾丽莎莎同样出身富裕中产家里，受过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却背弃一切良知人相比，我并不觉得钟明轩特别值得谴责。你看哦，我没有特别要谴责钟明轩，艾丽莎莎更可恶，但是钟明轩凭什么自称国际美人，又凭什么获得关注？玩葡萄心态，这个人是不是心里有多变态？你说我喜欢钟明轩，我跟你讲，其实没有。这基本上我订阅他只是单纯想要看一下网络上的风向，卖人设本来就是公众人物一个常态，只要说这个人设不是刻意打造出来欺骗社会大众的，只要他这个人设跟他本人是可以贴近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批判的，除非这个人设本身有反社会倾向，恨之入骨了，因为他们很看不起我，你知道吗？那个历史哥又不是时尚迷，又不是社运人士，也不是什么励志大师，不是专业部落客，也不健身，没有财富啊，更不是 model， 对不对？长得又黑又矮又丑又老，哎，没有老了，又黑又矮又丑，好不好？啊，这个要龅牙，那凭什么当网红？气死我了！有3个小孩，只有2个小孩，谢谢。他们只剩人身攻击了，然后呢，只剩标签化攻击。讲白了就是不断的戴帽子。那为什么他们那么恨钟明轩？其实这写到这里已经大概非常清楚，他们打钟明轩的一个目的很简单嘛。钟明轩所占据的人生标签，在他们 hashtag 里面，这种人应该叫挺蔡英文啊，对不对？有没有？怎么可以这种人不挺蔡英文，还靠着蔡英文红了之后呢，还反倒过来打我绿营2巴掌？最后你看他反过来一个反手高潮哦。问题不是出在钟明轩身上，就像社会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个人身上。你看我其实没有要修理钟明轩啊，我只是借钟明轩把问题点出来。他妈你写这种下三滥的文章，你好意思这样讲啊？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网红，差别只在于有时候网红已经学会了说你喜欢听的话。原来啊，找到人了哈。好，你自己把它记起来，我就不放了。好。